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卡莎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现在应该20号左右就赛季要更新了，对吧？现在的卡莎未来有可能会成为真神，毕竟羊刀要出来了，羊刀出来以后是吧？特效流卡莎又开始变强。但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子啊？可能他直接把你卡莎给先砍一刀，因为他要出小火龙，对吧？不排除这种可能哦，千万不要被我的乌鸦嘴给说中了。他这种出装的话，就有一点点变化，就是火炮的话，作为保命的一个核心出装，不是保命，说错了，是那种。就是输出里面，让自己的输出打得更舒服一些，更好的跟对面拉扯。然后第二件就直接做这个叫什么？叫西兰刀。西兰刀的话能增伤嘛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就是第三件的绿叉，因为在强化过后。是吧？它的性价比来到了一个巅峰，但下个赛季还是不是巅峰呢？又另外一回事了。后续的话就是出那个破甲弓，毕竟射手现在的必出神器，基本上不可能不出的吧？暴击流的玩法。然后最后一件就做一个吸血饮血。可以做，如果对面肉比较多，你可以做破败啊，一定要灵活一点，不要傻乎乎的啊。说这做饮血啊，对面有个塞恩，有个什么石头人啊，那种大肉什么打野，什么叫什么打野狗熊中单狗头，这么3个大肉了，你还不做破败，那活该！我跟你说，活该你赢不了，对面你玩个软辅都开始游走上了，其实大嘴其实压制力蛮高的，只不过对面因为打的是低分段啊，就是完全就是高手打低手啊，高手打那种弱的是吧？那你肯定就有压制效果。像这个盲僧的话，其实从下往上刷都已经可以抓5级就可以抓那个双人路了，只不过他没来。那么这个分段的队友也是一般般啊，也有可能是水友吧，好像是5排的水友，还是就普通，应该是普通排到的，打的还是单子好。这个我感觉这个版本，这个赛季啊。总结一下吧，因为这种局大家看一看可以，但你说要去学很多为什么会做出来呢？也是要为了让大家是吧，在新赛季里面是吧？因为你不可能说新赛季第一天我就把好几个射手给做出来了，起码射手肯定会有因为数值上的一些更改或者说出装会有变化，但起码你能看一下老版本是吧？人家的基本功，这种基本功Q。技能打出来以后怎么去拉扯对方或者说 QE 对吧？去拉扯，或者2技能去怎么去预判对方的那个位置或者怎样子，这就是你们就该学习的。我可能讲不到那么多，但你们每个人看对吧？总会有自己会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子对吧？这里的话，队友伤了，大招就没必要乱交。这种情况下，千万不要想着有大招我要上去跟伤害，第一时间慢慢走上去就可以了。除非对方是吧，真的一滴血，然后对面跑到后点，然后兵线又进塔了，对吧？然后或者说往后拉了，你追不上，但是能收掉他，飞大的能收掉他，
或者说对方有那个致命的伤害打到你身上的，那你就可以你就可以交大招，千万不要乱交，因为大招决定就是你大招释放的好，决定了一个卡莎的上限。双路的话，那么下路好像要炸缸了，打了半天打不过。那这边压力还是给到了绝活哥这里。啊，对，刚刚说到说总结一下，哎，再看他们打完先。这里的话，你看，虽然说是吧，人家在塔里面，这边的话给到压力其实并不小的。就是走在了对方，就是你不要说一直往前走 ，A 完以后往后拉或者这样子，这种基本功，对吧？而且它的锁人的那个效果，对吧？第一时间是怎么锁，然后打出被动以后是先 Q 还是先平 A 打出叠上被动以后，再利用 Q 去拉扯开，这样子，这就是你们该去学的点。那这里的话来拿龙，拿完龙以后可以回家了，把第一件给做出来。因为进化 Q 来说还是很关键的，真正伤害高的时候就是进化就完 Q 以后。然后像在这个赛季吧，整个赛季来说，赛季初我感觉还行。但后面我感觉是拉完了，就真的就是出什么就是什么强就削什么。对于上单玩家来说，真的是特别灾难性的一个那个。整个赛季来说的话，就是盲僧，就是打野的话是盲僧、泰隆，还有佛爷哥，还有瑞文。这4个就是 T0 级别，没得其他话说的，真的就是赵信的话 T1 吧 ，T1 的顶尖。龙女的话 T1，因为她前期的话有可能会被人打崩。然后的话，哎呀，就那样吧。整体来说，永恩看人，这也是看人。永恩就是说发挥好，确实能拯救后期，但你说他的爽，你说玩他爽吗？没有多少个爽的。不过诺手确实上单这个版本上单来说，确实恶心啊。不得不说，确实恶心，感觉还会烫死了吧？然后差一丝，再烫多2下就真死了。对，卡装备了，因为要先做一个重伤啊。对面那边诺手那些回血回的还是蛮厉害的。赶紧来下路。我们单吃了这个天爵。天爵的话就有个点，看也是看人。这英雄现在其实算是 T0，但得会玩，就是没那么容易上手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要去，首先有个点，你要首先一个点就是你要玩打野玩得好的话，你要
去整个整局的动向嘛，对小地图上面的英雄的位置的理解。然后千珏的话，更多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去算你那个刷新的基本功，肯定是这个算的话肯定是很容易算，但你要去防对面怎么去搞你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们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让你整局崩掉的。但千珏到了，如果前期能尽快叠到，反正能叠到9成，然后到了后期的话，基本上都是问题不大。啊，基本上他就不会给你吃，甚至队友也会过来帮忙把这个野尽量的刷掉。并且这边应该是吃到一层印记。还有什么强的？这版本龙王，我感觉现在中单都很遭罪啊！现在版本中单，就强的还是上个赛季强的啊！这波找机会啊，想收个人头没收到，反正把自己给送出去了。这边弄手太肥了，这上单养了个大爹出来。永恩前期对线，永恩是打中路吗？哦，不是，是盖伦打的上路，永恩打的中路。说实话，这对局的队友还是有点离谱的。这永恩会不会换也行，能换一个，对方拿龙就没那么舒服。还有个点就是兔子的话，对面兔子的话，就是兔子跟英雄伤害是有点超模的，但玩兔子的人少，这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玩不习惯吧。有些人喜欢就是玩旧的英雄，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可能是因为为什么现在玩其他英雄就是英雄种类那么多，但是为什么玩的人变少了？就是有个点就是人也变少了。就是这个赛季玩的人没那么多了，所以下个大版本是有针对这个版本去做一些事情，说是这么说，但我感觉就那样，嘿嘿，不知道下个版本是大版本怎么样啊？反正地图的话是没有变大哈，我说一下，只是看起来变得有点大了感觉。但是只是地图改了，有一些地方改了，然后地图的那些环境啊都变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千珏在这打了一套 Q， 盖伦一直在上路偷啊。其实这里动不了龙，盖伦可以一直推都可以。那队友强行动龙了，他就必须得过来。这里飞过来，盖伦斩死了一个对方，感觉永恩就是饵啊，羊入虎口，把别人骗过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龙就稳稳拿下了。可以看到卡莎在没有出第3件破甲弓出来之前，是伤害还是差一些的。打脆皮可以其实打脆皮。也不能说打脆皮可以，就是打脆皮，那谁都打得动，只不过两边射手就看谁能更好的处理前排，对吧？这里可以看到千珏搭配对面什么，千珏对和那个谁对面大嘴，两个双射手的伤害盖伦是扛不太住的。你看他那个血条，基本上都是往失血走的。
这里有火炮以后啊，就是他那个输出点还是蛮不错的。A 出去火炮以后，然后直接 Q， 就没必要说要 A 第2下，让自己说那个距离。哇天，这永恩这么开，就是奔着就是换对方人头是吧？这里闪现拉开，后续的话队友在那收割还行，把自己伤害处理掉对面的诺手了。回去把这个龙给拿到，这龙要刷新。这把的话人头不是很多啊，像这位绝后哥，经济整体来说的话，队友都还是蛮会吃经济的。我天，是不是我？哎，这帮人是不是看我视频了？说经济很重要，现在开始，你看盲松家的野区是基本不剩的，就上半野区现在应该是刚刷新的蛤蟆，没人去清，然后上半野区现在刷新好了。确实啊，现在开始陆陆续续，不知道刷资源，我感觉现在刷经济的人，中时局往上的话都刷的现在蛮就是吃经济吃的蛮死的，不至于说啊或漏经济，就是有一些野啊没人去吃，有一些经济没人去碰。像这种情况下，盖伦都可以回家走上路去，因为正面团的话没什么好打的了，对面又不掉点，这边把对面野区资源撕掉以后，就守龙就好了。要上路处理一下兵线，然后吃完兵线以后，从野区传送到下路来就够了。这里想开盲僧和盖伦双切入，后续卡莎只要不被对面第一时间集火就问题不大，后续的收割就 OK 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看看能不能一波啊？这兔子伤害太爆炸了呀！那只能去打龙了。然后对面吃了一座赏金塔，盖伦必须得回去了。你看这里面就是有个点，盖伦犹犹豫豫，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。要么就是永恩上去，这里的话啊，王生也是说现在也刷掉了。为什么因为一直上路的野区是一直空置的嘛，所以一定是可以去给人那个。不过我感觉这里面绝活哥有一点玩的是低分段所以玩的也很随意。毕竟赛季末了又不充分，大家养老也很正常。养老局、养生局应该说。永恩，感觉那种，感觉这永恩就很烂，就想上去打人，而且就运气好就换一个，运气不好就没有。哎，这里闪现过来接伤害，对面剑诀开大，后续补输出2技能命中，收割掉最后一个人头，游戏结束。好。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好几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